欢迎回到江峰世界，朋友们好。美国刚刚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2周，准备坐下来谈停战条款了。但是中南海里的那位日子可一点都不踏实。就在昨天上午，一场名为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的会议在国防大学开班了。这场会极不寻常，连新加坡联合早报都专门点出它的特殊背景。这是在解放军高层接连落马后，官方开办的第一期。习近平穿着军装亲自到场发表讲话。如果你只看表面，可能会觉得这又是老一套的强军动员。但咱们把新华社的通稿扒开一看，北京最怕的事儿全露底了。根本不是习近平整顿军队，而是已经被架空的他被推到台前，念着别人写好的稿子，演绎出朕还在的戏。周三的人民日报白纸黑字赫然点出，严肃查处何卫东、苗华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，对张幼霞、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，而且把这几个人和郭伯雄、徐才厚、房峰辉、张扬排在了一起。郭伯雄、徐才厚那是江泽民、胡锦涛时代留下来的大老虎，是习近平上台之初用来立威祭旗的旧军头。可是张幼霞、刘振立、何卫东、苗华是习近平自己亲手提拔的，用来清洗旧势力的习家军绝对核心。现在人民日报把这4位习家军的顶梁柱和前朝的贪腐烂肉写在同一个句子里，这就等于是指着习近平的鼻子在向全党全军宣布，你折腾了10年，搞什么深化政治整训，结果你提拔的绝对心腹跟郭伯雄、徐才厚是一丘之貉，你的这套强军思想亲自指挥彻底破产了。这等于是一份发给台下所有高级干部的死亡警告，连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幼霞，连跟老大从小一起长大的铁哥们名字都被钉在耻辱柱上了。你们底下这帮人，谁还敢有私心杂念？谁还敢不老老实实的向现在的集体领导交出兵权？既然核心班底都被端了，那么这位号称一尊的领导人在主席台上还说了啥？习近平个人的原话总结里，2个确立没了，2个维护没了。一个把2个确立视作政治生命的人，会自己主动把这几个字删掉吗？绝对不可能。只能说明一个极其可怕的信号，这篇通稿的措辞已经不完全是他自己能定了。他嘴里蹦出来的都是些什么词？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私心杂念，做到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，没有特殊，没有例外。听出来没有？这确确实实是胡锦涛、温家宝时代，甚至是邓小平时代那种集体领导、党内民主、别搞一言堂的套话。过去这10年，习近平什么时候讲过法规面前没有特殊，没有例外？他自己就是那个最大的特殊，最大的例外。可现在他居然要在全军高级将领面前自己打脸，背后的那股力量是在借他的嘴告诉全军，他自己都承认没有特殊了，不要再搞个人崇拜那一套了。最刺眼的是恢复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。要知道，只有丢掉的东西才需要恢复。军队这些年最爱讲的是现代化、信息化、智能化，是备战打仗，是强军梦。现在突然把恢复优良传统抬出来了，这等于是在变相承认这支军队过去这些年出了大问题，连最基本的传统素质都不具备了。4大军头全部下狱，自己嘴里念的都是别人塞给你的，用来否定你绝对权威的胡温时代的词。这就是最经典的被架空。这场国防大学的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，本质上是一场政变后的通报会，让你念什么咒你就得念。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还要出席？因为背后的人需要他这块橡皮图章来稳住局面，对外假装风平浪静，对内完成权力的平稳过渡。他坐在那里就是一个被抽干了权力的政治符号，被迫看着自己提拔的爱将们一个个沦为阶下囚，只能念别人准备好的旧台词。中南海的最高权力已经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完成了最血腥的一手。
如果说军队这条线暴露的是北京最怕的枪杆子出问题，那同一天经济口放出来的信号暴露的就是另一层更难看的现实。中共现在的高科技经济也快装不下去了。大家看，4月8号开了场全国服务业大会，习近平没坐镇现场，没高调亲自部署，只是轻描淡写地做出重要指示。真正站出来开会讲话收尾的是李强和丁薛祥。前几年动不动就是大国博弈、科技突围、战略布局、东升西降，一副要把整盘世界棋局都端起来重排的架势。现在突然开始讲服务业，讲便利化，讲养老，讲老百姓怎么过日子更方便，讲正确政绩观。这是因为过去那套大国博弈、高科技突围的玩法破产了。刚刚过去的2026年清明节假期，中共官方文旅部喜滋滋地公布数据，说出游人数 1.35 亿人次，增长了。可是你拿计算器一扒那个总花费，今年清明假期人均花费只有151.52元，比去年的152.24元还要低。一天花150块钱，除掉路费，连吃顿好点的外卖都不够，这叫穷游。人是全挤在景区了，但全自带干粮和矿泉水。官方喊了5-6年的内循环，结果循环到2026年，消费降级成了铁板钉钉的事实。老百姓连街边的拉面都快吃不起了。北京只能硬着头皮降下调门，回来讲家政、物流、便民服务这些能给底层弄口饭吃的东西。这10年中共砸了多少钱搞芯片、搞高科技？咱们就拿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来说，17、27加起来3000多亿的注册资本全副武装去造芯，结果呢，芯片没造出几个世界第一，倒造出了一窝硕鼠。大基金的总经理丁文武被抓了，唯一管理人华鑫投资的总裁陆军被抓了，拿了国家大基金几百亿投资的紫光集团前董事长赵伟国也进去了。几百上千亿的民脂民膏，打着科技突围的旗号，全被这帮政商勾结的利益集团分食了。厂房是建了，但很多都是为了骗补贴的烂尾工程。这套靠政府砸钱搞大跃进的模式彻底破产。现在李强和丁薛祥在会上强调正确政绩观，潜台词就是别再打着高科技的幌子骗国家的钱了，地主家也没余粮了。如果前面这些还不够震撼，咱们来看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官方数据。就在前不久，中共审计署自己爆出来一个惊天大黑幕，地方政府为了还债和保运转，居然挪用了几百亿的民生救命钱。审计署查出有13个省把406.26亿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给挪用了，有16个省175个县把41.64亿元的惠农补贴截留了，拿去给公务员发工资，拿去还地方政府的烂账。中共政权已经穷到了要去偷农村老头老太的养老金，去截留农民种地补贴，来给自己的官僚系统发工资了。财政体制已经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，那些高铁、大桥、面子工程背后全是深不见底的地方债窟窿。咱们把这些冰冷的数据和事实摆出来，回头再看看这场全国服务业大会，看李强和丁薛祥在台上气急败坏地喊正确政绩观，你还会觉得他们是在描绘什么宏伟蓝图吗？这是在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上，老舵手被逼到了墙角，大副和二副站出来对全船的贪官污吏大吼，别再吹什么大国崛起的牛皮了，别再搞什么1000亿大工程了，赶紧把街边卖烤地瓜的服务业搞一搞，把失业的人安抚住，再这么瞎折腾，全国就要造反了。这才是4月8号经济口风向大变背后的最真实、最血淋淋的残酷底色。如果你把视线从军队移开，看向整个中共的官僚系统，现在简直是在疯狂的踩刹车，大逃亡。习近平出席军队高级干部培训班，喊整风；中纪委书记李希出席全国巡视工作会议，刀把子对准政法、社会、民生和科技部门。国务院开全国服务业大会，李强在台上主讲。这3条线，军队、巡视、纪检、经济，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，对吧？可是你仔细看官方通稿，
这三路人马最后居然诡异地收拢到了同一个词上：正确政绩观。李希在会上点名要紧盯政绩观这个根本性问题。李强在服务业大会收尾时要求践行正确政绩观。这5个字在新闻联播里听着挺温和，但咱们把它翻成官场的大白话，就差指着鼻子骂了：老习啊，你过去10年那套亲自指挥大搞政绩工程的折腾干法彻底崩盘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咱们看2个这2天刚刚发生的极其刺眼的真实案例。4月7号，中纪委通报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文龄任上被查，这可是掌握着全国老百姓保命钱的钱袋子管家啊！而且前2天，习派的最后刀把子王小红也疯传折进去了，不仅抓人，还在抢地盘。上个月下旬，老习最看重的大后方深圳，一把手突然换人，四川调来的组织部长靳磊空降出任深圳市委书记。这种跨派系的强行洗牌就叫抄家式的接管。曾经的习家军正在被人以摧枯拉朽的速度连根拔起。下面的官僚多精啊！最高检检察长应勇，这曾经是公认的习派铁杆吧？大家去看看他这几天的表态，开口闭口全是胡温时代的词汇，2个确立提都不敢提，明摆着在跳船保命。到了基层那更魔幻。最近贵州某县的县委书记在一个大会闭幕式上上台发言，拿过麦克风就说了2字：闭幕，转身就走。2025年一整年，中纪委立案审查了181个中管干部，比2024年翻了1倍，杀气够重了吧？可现在底下的官僚嘴上喊着口号，心里默念的保命真经只有一句：别出头，别背锅，千万别迈步。为什么？因为从4月2号到4月6号，整整5天，新闻联播的标题里没有出现习近平这3个字。老偶像都被预热式下架了，新主子还没彻底露脸，这个时候谁干活谁就是找死。整个中共官场此刻正处在一种极度惊恐的静默和停摆之中。最魔幻的还不在这儿，就在上面忙着换词换人，官场噤若寒蝉的同时，你再回头看看针对老百姓的这堵防火墙，正在以一种几乎癫狂的速度加高。为什么说癫狂？咱们来看这2天大家身边的真实例子。公安部刚抛出来的网络犯罪防治法草案，直接把过去还算灰色地带的翻墙行为一脚踹进了违法犯罪的深渊。听听现在基层倒行逆施到了什么地步。湖北有个网民就是在家里连了个 VPN， 结果10几个警察如临大敌，直接上门查水表。抓一个翻墙看新闻的，阵仗弄得比抓连环杀人犯还大。还有个大学生仅仅是为了完成导师的学业任务，登录了一下微软的 Teams， 手机上收了个国外的短信验证码。好家伙，第2天公安局的夺命连环 call 就打过来了。再配合上现在大家手机里被强行安装的国家反诈 APP， 这分明就是一个14亿人随身携带的全天候电子脚镣。你前脚刚连上外网，网警的后台立刻亮红灯，马上叫你去喝茶。为什么偏偏是在这几天把网口收得这么死，这么变态，连一个海外的验证码都不放过？俗话说得好，院墙垒得越高，说明院子里头发生的事儿越大。新闻联播里的通稿在悄悄换词，军队里的4大军头被翻旧账，掌控钱袋子的王文龄轰然倒台，深圳一把手被突然换掉，这满屋子的血腥味和汽油味谁闻不出来？所以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想翻过墙来看看北京到底怎么了，老习是不是真的出事了，中南海是不是在变天？而这正是现在坐在中南海里，不管是还在死撑的习近平，还是正在接盘的新势力，他们共同的最大的恐惧。一个天天喊着要搞经济要救市的政权，为了堵住几条海外的政治消息，竟然连外贸企业的网线、跨境电商几千万人的饭碗都敢去掐断。这恰恰说明中共现在对14亿人知道权力交接真相的恐惧，已经远远超过了对经济崩盘的恐惧。他们最怕的就是中南海里的权力瓜分还没搞定，
分赃还没结束的时候，老百姓全知道了，趁机发难。所以必须先关起门来，拉上黑窗帘，在屋里头把权力交接的血迹擦干净。这才是2026年4月8号透过这几篇干巴巴的通稿和这些魔幻的现实，中南海向全世界不小心露出的最惊悚的底牌。朋友们，在这座红墙越砌越高，里面的权力斗争越发惊心动魄的时候，咱们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就是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硬朗的身体，亲眼去见证历史的大变局。今天正好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，我信赖的老朋友普瑞堂为了庆祝他们的王牌产品全球热销10周年，特别推出了一波感恩回馈活动。这次的力度确实非常大。4月19号之前购买普瑞堂的任何商品，每满500美元，他们就直接送您2颗非常珍贵的原参，而且是多买多送，上不封顶。如果您单笔订单满3000美元，不仅能一次性拿到12颗原参，普瑞堂还会再额外加赠1颗只送不卖的特级黑参原参。这是真正的10年感恩大礼，诚意满满。请大家点击节目下方的专属链接，在结账的时候输入江峰的专属优惠码 JF， 您不仅能享受全球包邮的服务，还能确保刚才咱们提到的所有优惠。您的每一份支持都是对江峰这个频道最直接最宝贵的鼓励，江峰在这里感谢大家。如果您觉得江峰今天的分析对您有启发，帮您看清了中南海的这局大棋，请务必帮我点个赞，点击订阅按钮，并且一定要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次的更新了。也恳请大家把这期视频分享转发给您身边更多渴望了解真相、关心中国未来的亲朋好友。他们见墙捂嘴，咱们就用鼠标和转发把这堵墙给推倒。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支持，历史的巨变就在眼前，咱们保重身体，一起见证